2025年建军节官方发布的攻坚短片包含了史无前例的大量094和潜艇的航行、装弹与水下发射镜头。加之几个月前，中国船舶集团渤海造船公司招标14米圆形装配平台的传言，这意味着096和潜艇的耐压壳直径可能接近14米，而该平台可能为096耐压壳体的总段装配与精条工装。14米直径耐压壳，目前全球没有实用记录，哪怕是在去掉工程余量后，只有13米左右，也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国产战略和潜艇的生态，具备和美国并肩站在第一梯队的基础条件。而根据五角大楼2024年中国军力报告，096型可能于2030年前后服役，搭载16枚或以上巨浪3导弹，其配备全电推进无轴泵喷推进器、低噪音技术与先进感测系统等，性能指标全面超越前代潜艇。美国长期以来依赖和优势与侦测技术对中国形成战略压力，但中国海基核力量的成熟与升级将打破美国以核压制维持亚洲主导权的战略逻辑。据推测，096战略核潜艇水下排水量约18000吨，首次应用直径14米左右的耐压壳，可能采用屈服强度1100兆帕，抗拉强度大于等于1350兆帕，断裂韧性大于180兆帕平方根米，延伸率大于等于14%的镍铬木钒系稀土微合金化超高强度钢，能够满足深潜大应变抗裂需求。工作前深450米，极限前深650米。蜂窝是排列的16具直径2.2米垂直发射筒，完全内嵌于耐压壳内，兼容巨浪 JL2、JL3 两型前射洲际弹道导弹，可在北极2米厚冰层下安全发射。完全取消龟背后湿表面积，减少12%，同航速下功率需求下降8%，噪音降低约15分贝。同时还可以降低潜艇重心约0.3米，提高稳定性。采用第4代一体化自循环和反应堆、中压直流和全电无轴泵喷推进，浮筏和整体舱段2级隔震，加之模块化磁悬浮轴承，25节航速下艇体自噪声可能低至95分贝。外壳敷设第4代蜂窝空腔阻尼3层复合消声瓦，在2至20K 赫兹频段吸声系数高达0.92。中国将以6至12艘096构建深海堡垒体系，至少保证北极、南海2线日常部署以及太平洋纵深机动部署。北极冰层下静默待机，南海深海沟450米深长期潜伏，或静音突防进入太平洋黑洞。单艇16枚巨浪3可在1分钟内完成齐射，最大射程1.4万公里；搭载10枚核弹头的最大射程1.2万公里，可投射160枚核弹头，毁伤全球任意120个目标。096型核潜艇毫无疑问实现了对094的代际跨越，其静音性、生存力与打击效率已跻身世界最前列。中国将首次获得在全球任意海域、任意时刻对潜在对手实施可靠2次核反击的能力。我们知道，综合考虑海洋声学环境、噪声控制水平、耦合等因素，前身对潜艇隐蔽性的提升呈现非线性增益。由于声学掩蔽效应，前身每增加100米，被动声呐发现距离平均缩短8%至12%。以3000赫兹频段为例，在0至150米，声速梯度大，声波折射强，被动声呐基阵对低速目标探测距离约30至40公里。而在600米进入深海声道轴，声线向声道内折射，同一基阵对同目标的发现距离降至20公里以内。到了900米，除了小于100赫兹极低频外，绝大多数被动声呐信噪比低于检测阈值，特别是对于600米这一黄金深度，深海螺旋桨的空炮阈值提高，螺旋桨可在20节仍保持无空炮，噪声级再降5至7分贝。600米以深海水温度梯度趋零，热尾流被完全淹没，主动声呐盲区也会随着深度扩展，所以鱼雷主动声呐的有效探测距离被压缩70%以上。600米是多数反潜鱼雷的极限定深。同时，磁异常深度每增加100米，
磁探仪信号强度衰减6%。600米深时，典型航空磁翼探测仪已经无法识别。而前身进一步增加，潜艇转向半径则越大，机动性能则降低，低速掉深风险也显著提高。潜艇一旦失事，自救窗口极小。同时，潜艇无法使用蓝绿激光浮标通信，需依赖极低频单向指令，战术实时性骤降。超过900米对隐蔽性提升收益小于3%，但耐压壳结构增重、成本、维修复杂度呈指数级上升。70年来，中国潜艇耐压壳终于完成了从直径5.5米到14米，屈服强度从450兆帕到1100兆帕，手工焊接到真空电子束焊接，前身从200米跃升至600米工作深度的跨越。1955年4月14日，在以席姆初日尼科夫为首的苏联专家36人的指导下，我国03潜艇手制艇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开工。03型潜艇采用的是兼顾水面和潜航的线型和双壳结构。非耐压壳体布置有10个主压载水柜和4个燃油柜、通气管、应急高压气瓶和应急电话浮标。为保证稳定性，直径仅5.5米的耐压壳体是下大上小的组合圆筒，筒内分为5段，各有上下层的耐压分舱，共有首鱼雷舱、前序电池舱、指挥舱、后序电池舱、主机舱、推进电机舱和尾鱼雷舱。各舱段之间有球面耐压壁隔离，球面壁上有水密门供人员通过。全部耐压壳体都是由450兆帕高屈服强度钢材手工焊接而成，极限前身仅200米。由于潜艇耐压壳体的非规则截面，使得建造工艺复杂，需要采用平台和月牙隔板支撑，在建造初期确实存在很大困难。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在陈毅的陪同下来视察江南造船厂03潜艇的建造，这是毛泽东主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视察潜艇。1969年开始建造的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代常规动力035型潜艇的双层耐压壳直径为6.5米，最大前身300米，标志我国具备常规潜艇耐压壳全流程制造能力。1968年开工的第一代攻击型091核潜艇采用了8.2米的耐压壳，而中国战略核潜艇的耐压壳直径偏小，导致龟背高度长期稳居全球首位。1981年4月30日建成下水的092弹道导弹核潜艇，通过增大091的船壳来容纳弹道导弹，耐压壳直径加大到9米，并首次使用整体耐压指挥台为壳作为导弹筒基座。094弹道导弹和潜艇耐压壳直径增大为9.5米，不过巨浪2导弹长时3.2米，导致潜艇龟背高达3.7米。096型14米直径单层耐压壳使得13.8米长的巨浪3导弹可完全内嵌，彻底取消龟背，在流体力学、声学、载荷效率上带来代际跨越。若实现600米级工作前身，配合静音与水声超材料引申，可在太平洋与北极2大战场获得战术自由水层，无需再向1000米的工程极限过度投资。苏联俄罗斯基于北极环境战略任务工业基础，其潜艇长期采用双层耐压壳。我们知道，双层耐压壳实为耐压壳加外层非耐压整流壳的双壳体，外层壳与耐压壳间距0.8至2米，所以双壳体并不比单壳体更耐压，而是更具抗沉性。北极冰厚度2至4米，单壳体一旦磕碰，即直接威胁耐压壳。而双壳体的外层轻壳和舷间压载水舱可充当缓冲垫，储备浮力可达30%，远超单壳体美俄亥俄级核潜艇的12%。遭遇海中断崖时，多出的浮力可提高2至3倍自救概率。遭受鱼雷攻击时，鱼雷距能射流到达内壳时，威力衰减大于80%。加之苏联1970年代前尚不能批量压制12米以上大直径高屈服钢板，耐压内壳只能采用较小直径，而非耐压外壳用普通碳钢即可进行低阻水滴型的复杂成型，降低材料和加工门槛。
衔尖水层还能隔震降噪，对早期机械噪声大的苏系反应堆尤为重要。比如1960年代开始设计的前苏联水下歼击艇阿尔法集合动力攻击潜艇，总设计师鲁萨诺夫提出取消双壳体结构，改用单壳体，以减小体积和吨位。不过，即便48-OT3钛合金屈服强度高达900兆帕，高比强度比美国 HY-100 的艇体轻27%，且具备低磁性、重量轻、耐腐蚀、抗疲劳性等优点。苏联海军方面还是对单壳体无法保证抗沉性做出了强烈的反对，而副设计师毕毕罗明因为拥护抗沉性设计而与鲁萨诺夫决裂，并把阿尔法级潜艇改为双壳体结构。阿尔法级潜艇以钛合金流线型双壳体，首次把攻击和潜艇推向极限前深700米、极速42节的性能巅峰。不过毋庸置疑，钛的单艇材料成本为同吨位钢壳艇的4倍，且加工工艺复杂。钛定需真空电弧重熔3次，然后采用数控4滚卷板机成型，加工误差需控制在 0.3 毫米。早期的氩弧手工焊缺陷率高达 20%， 后来进化到真空电子束和等离子弧自动焊接，才保证焊缝系数达 0.95。所以阿尔法级潜艇单艇造价是同期的维克托3级的 2.5 倍。即便普通钢制双层耐压壳也会使得潜艇的排水量、造价、维修工时均比单壳体高出 30%至50%。双壳体的优势在现代材料与大直径工艺面前逐步让位。苏联政府为了应对1966年美国启动的包括3叉戟水下远程导弹系统以及俄亥俄级弹道导弹和潜艇在内的新一代海基战略系统，于1971年6月下达了941型台风级战略和潜艇的研制命令。为了装载长度16米、直径2.4米、重达90吨的 P-39世界最大的潜射洲际导弹，其采用了一种钛合金多耐压筒加整体双壳的混合结构。左右平行各有一个耐压筒，直径 7.2 米，长度约110米，承担全部深水压力。内部布置反应堆、轮机、居住舱。中央耐压筒直径6米，位于两主筒之间，容纳作战指挥中心导航设备。首部鱼雷舱耐压筒与主筒水密分隔，非耐压外壳整体包覆潜艇，最大宽度 23.3 米，高度11米。而20枚 P-39导弹则布置在2个主耐压筒中间，得以完全取消龟背。台风级战略和潜艇是冷战时期为兼顾北极冰区生存超大固体导弹装载与高生存力而诞生的极端工程解决方案，其代价就是水下排水量 4.7万吨，装载导弹数量比对手俄亥俄级的24枚略少，但其排水量却大 2.4倍。而作为如今俄罗斯海军和战略打击主力，955型北风之神集合潜艇则采用单双壳交替混合壳体，反应堆舱首部为双壳体，容纳16枚 R-30布拉瓦导弹的中部导弹舱段为单壳体 13.5 米大直径耐压筒，均采用1000兆帕的 AB-2 高强钢。北风之神通过混合壳体在 2.4 万吨级艇体内实现了450米工作前深、29节静音航速、16枚弹道导弹的均衡设计。法国现役凯旋级战略和潜艇水下排水量14335吨，工作前深400米，耐压壳直径12.5米，可以完整容纳12米长的 M-51潜射弹道导弹。英国前卫级采用了仿俄亥俄级的单壳体，耐压壳直径也是12.5米，为了容纳3叉戟导弹而采用低矮龟背。美国和潜艇也并非一直以单壳体为主线，早期的歼鱼、长尾鲨、巡鱼级和潜艇均采用混合壳体，首尾采用双壳体，中段为单壳体。1976年11月开始建成服役的洛杉矶级攻击和潜艇是首型纯粹单壳体潜艇，采用了全长110米、直径10米的连续单耐压筒。海狼级攻击和潜艇没有垂直发射系统，因此采用了直径12米的极致单壳体，其耐压艇体
为690兆帕的 HY-100型钢材，厚度高达75毫米。当时美国已开发 HY-100这种型号的高强钢有40年左右，对其冶炼方法、化学成分、压制、热处理、检验及验收各方面的规范标准进行过数次的更新及完善，使其材料韧性和抗爆性、加工性能和焊接性都得以完美的呈现。可以说，即使放到现在仍然不过时。即使美国当时已经研制成功了900兆帕级的 HY-130钢、1250兆帕级的 HY-150钢，最终海狼级潜艇的设计人员认为 HY-100仍是当时最合适的材料。而弗吉尼亚级作为后冷战时代海狼级潜艇的低成本取代方案，在艇背采用局部双壳舱段，以布置4具垂直发射系统。而关于弹道导弹和潜艇，美军目前仅有一型，就是首艇在1981年服役的俄亥俄级弹道导弹和潜艇。该级艇共建造18艘，不过根据1992年6月美俄达成的第2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自2002年开始，美国海军战略导弹潜艇的数量被限制为14艘，因此头4艘潜艇被改装成用来发射 UGM-109 战斧巡航导弹的巡航导弹核潜艇，用于容纳3叉戟潜射弹道导弹的24个核导弹发射管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22个普通导弹发射管，每个发射管可容纳7枚战斧对地攻击巡航导弹，总共可发射154枚导弹。而在这现役14艘弹道导弹核潜艇中，最老的 SSBN-730 亨利·杰克逊号是1984年服役的，已经服役了41年。即使艇龄最短的路易斯安那号也是在1997年服役的，已经服役了28年时间。整个艇队所有潜艇服役中位数高达33年。俄亥俄级弹道导弹和潜艇水下排水量18750吨，水下自然循环静音速度高达20节。舰体首尾部是非耐压壳体，中部为直径12.8米的耐压壳，长宽比为13.3:1。耐压壳体从舰首到舰尾依次分为指挥舱、导弹舱、反应堆舱和主辅机舱4个大舱。但为了容耐长13.4米的24枚3叉戟D5导弹，还是必须采用低矮龟背。正在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建造中的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和潜艇水下排水量20810吨，采用了直径13.1米的耐压壳。在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限制下，通用垂直发射筒和俄罗斯北风之神和潜艇一样减少为16个。按照美军的计划，哥伦比亚级不仅可以服务于美军的海基战略和威慑和核打击任务，还可以兼顾执行海基中程常规打击任务。即使用共架发射模式，一个发射井可以携带3枚美国海军正在研制的 CPS 海基高超音速中程导弹，总体性能上下兼顾。从艇体来看，哥伦比亚级的艇体尺寸相比它的前型俄亥俄级还要庞大一些，二者长度据说都是171米，但是哥伦比亚级的耐压壳直径扩大了33厘米。毫无疑问，这是美国海军在原先研发和建造俄亥俄级时就有了成熟运用的大直径耐压壳体弯板制造技术，现在直接用在哥伦比亚级上。而且哥伦比亚级还首次采用了导弹舱耐压壳一体化工艺，发射模块使用了4个一组与耐压壳一体化预建造的模式，可以降低建造成本，提高建造效率。作为保障潜艇安全与性能的核心部件，潜艇耐压壳需要在水下温度零下2.2至28.8摄氏度、水面温度零下34至49摄氏度的环境中航行和战斗。潜艇上浮下潜使壳体承受周期性的交变载荷，还可能受到敌方反潜武器的攻击，因此要求耐压壳体材料具有比强度大、高韧性、良好的焊接性、抗低周疲劳性、抗爆性、冷热加工性等综合性能。其不仅要承受深海巨大的水压，还需具备高精度的尺寸与形状，以确保潜艇的整体结构强度与水动力性能。
一般来说，潜艇耐压壳体用缸都要使用电葫芦进行初步冶炼。气体放电形成电弧时，能量很集中，弧区温度在3000摄氏度以上，比其他炼钢炉工艺灵活性大，能有效地除去硫磷等杂质。炉温容易控制，设备占地面积小，适于优质和精钢的熔炼。然后通过真空感应和电渣重熔双联工艺进行2次冶炼。真空感应熔炼是在真空条件下，利用电磁感应在金属导体内产生涡流加热炉料来进行熔炼的方法，可提供对化学成分最大程度的控制，防止溶液与大气中氢氧氮的接触。电磁搅拌不但能使溶液均匀，并且能持续将反应物带到溶体和真空界面，从而使后续精炼反应顺利进行。气体含量和非金属夹杂物的挥发和析出，能大大改善多数高温合金的力学性能。而电渣重熔是利用电流通过液态熔渣时产生的电阻热作为热源，将金属电极融化，融化的金属会集成熔滴，滴落时穿过渣层进入金属熔池，然后于水冷结晶器中结晶凝固成钢锭。其将高温熔炼、化学精炼和冷凝结晶结合起来，形成纯度高、表面光滑、结晶均匀致密、晶相组织和化学成分均匀的优质钢锭。大型钢锭通过精整均热后要进入到出轧机开坯，也就是将钢锭出轧成适合轧板机的板坯，板坯在经过定尺切割后才能进入轧板机压制成各种厚度、长度、宽度的钢板。我们知道，潜艇的耐压壳都采用压制，而不是锻造的。锻造使用的锻锤瞬间压力超过10000吨，这是厚度只有几十毫米的潜艇耐压壳承受不住的。其次，潜艇耐压壳面积较大，使用锻造反复捶打会造成各区域受力面积不均匀，根本不能保证艇壳板材的加工精度。而压制是将金属胚料塞进2个间距已经设置好的旋转闸滚的缝隙之中，然后滚轮压制出来的胚料就被压缩变薄，长度面积增加。通过控压控冷技术，显著提高钢材的强度、韧性、疲劳性能和焊接性能，特别适合潜艇耐压壳这样外形简单、受压均匀的材料加工。然后再通过8000吨4滚数控卷板机将100毫米厚板卷圆，椭圆度必须小于0.1毫米。不过耐压壳的构成可不仅是一层钢板，一般由高强度钢制壳板、端部舱壁、肋骨和横舱壁等构成。壳板和端部舱壁是保证潜艇强度和水密的主要构件，肋骨呈环形横向的布置在耐压艇体内部或外部。横舱壁是壳板的支撑结构，并起分隔舱室的作用。此外，鱼雷舱一般都是在耐压壳以内的，而鱼雷发射管本身也是耐压壳的一部分。而潜射导弹的发射筒都是直接穿透耐压壳的，也就是主体在耐压壳以内。但由于大多数潜射导弹的发射筒长度都超出耐压壳的直径，因此超出的这一段也是耐压壳的一部分。两者焊接密封在一起，外观表现就是有龟背。在耐压壳内部的发射筒的这一段，一般不需要做得特别坚固，强度远远低于耐压壳，因为发射时的深度都不会超过100米。可见耐压壳还涉及复杂的曲面切割和大量的焊接工作。在切割带有复杂曲面的耐压壳体板材时，普通切割设备难以精准遵循设计曲线，导致切割后的部件尺寸偏差大，无法满足紧密装配的要求。而且由于材料的高强度特性，普通加工方式效率极低。大型高性能线切割机床设备则为这些难题提供了完美解决方案。其通过电极丝与工件间的脉冲放电，瞬间释放高温、融化或气化被加工材料，同时配合高精度的工作台移动系统，实现了对复杂形状的精准切割，尺寸精度可达0.003毫米，能够满足严苛的装配标准。同时，表面粗糙度能控制在0.7至1.4微米，有效提升了壳体表面质量，增强了其抗疲劳性能。耐压壳的焊接比航母甲板焊接要求更高，可以采用真空电子束环缝焊，焊缝强度、
甚至需要超过母材，达到母材强度的110%。磁控摆动 TIG 则利用外加磁场对焊接过程中的电弧行为、熔滴过渡、熔池流动及凝固过程进行干涉和控制，从而实现诸如晶粒细化、增加熔深、消除未融合等积极的焊接效果。接着，焊接的壳体的残余应力可以通过磁脉冲消减，脉冲磁场会在材料内部产生洛伦兹力，这种力会作用于材料内部的带电粒子，从而产生机械应力。同时，磁质伸缩效应会导致材料在磁场作用下发生微小的形状变化，也会对残余应力产生影响。脉冲电流通过材料时会产生焦耳热，使材料局部温度升高。这种热效应可以促进材料内部的原子扩散和位错运动，从而有利于残余应力的释放。壳体残余应力应该小于100兆帕，疲劳寿命可以提高3倍。然后基于4+1分段原则，把手为导弹舱、反应堆舱4大筒段以及全艇环相加强类进行总装。14米的装配平台推测将用于舱段对接，必须实现对接错位小于0.5毫米。中国096型战略核潜艇标志着大国海基和力量博弈进入全新纪元。从1956年毛泽东视察江南造船厂时的5.5米直径的03型潜艇手工焊接耐压壳，到如今14米级一体化真空电子束焊接耐压壳体，这项突破绝非简单的尺寸放大。14米直径耐压壳配合1100兆帕级稀土微合金刚，450至600米工作前身与全电无轴泵喷技术，构成了一个颠覆性的系统工程。它是中国首次获得在太平洋声学黑洞与北极冰层下自由机动的战略暗区。16枚巨浪3导弹的深海齐射将重塑2次核反击的东方威慑。未来6至12艘096将组成深海长城，西太平洋将迎来一个历史性转折。自冷战以来，首次出现2个核大国具备完全对等的海基和威慑能力，而这片蔚蓝疆域的权力天平正在静默中发生不可逆的倾斜。